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相信各位应该看到这个 KVK 的匹配结果了。那在讲这个结果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下，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讲过有多少个先锋王国是有报名这一次的 KVK， 他们分别是在什么地图上吗？那可以看到当时候1875他们是报名了11示意，但是匹配失败了。但是他们有一次补报名的机会，结果他们去报名了英雄战歌。所以当你们点击英雄战歌这个地图查看的时候，可以看到1316跟1875他们分配在同一个地图里面，还有包括1718。那这个时候就有玩家问了，1718之前不是跟1365或者是606要结盟组队吗？但是后来可以看到这边组队的结果变成这样子。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我在他们出现这个组队结果匹配结果之前的前一天呢，是看到365跟606他们是没有选择队友的，就是他们是让系统默认帮他们去找他们自己的队友。当然那个是我自己猜测而已啊，因为我确实是看到前一天他们是没有选择队友的，有可能他们在最后一刻又选择了某一些王国组队也说不定。但是这个组队模式呢，也是让不少玩家觉得很反感，也是觉得他们这个组队模式毁掉了这个 KVK 的匹配结果。首先，其实大多数玩家比较想要看到就是1365跟606他们独自一个人在一个阵营里面，就是不要有其他的盟友跟他们在一起，就算是有盟友也好，但也不至于要增加3个盟友给他们。因为各位也知道，以现在的 KVK 版本来讲呢，只要你的玩家人数够多的情况下，基本上你都是可以碾压你敌人的。甚至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先锋王国，先锋王国拥有多少位玩家，算下来也就差不多150位到160位左右而已。这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王国的数据啊，刚好我这个账号就是在2359，他们的玩家有超过7000万或者是8000万战力的，总共有160位。那如果你们要加上这位玩家也是可以啦。接着我们去看3308，他们有大约151位玩家是有超过8000万战力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有配件的王国，就包括1606跟1365，他们的玩家人数是否比起这两个阵营还要来得更少，所以官方才配对给他们有其他的盟友可以组队。这个账号在1606，超过8000万战力的玩家总共有137位，这个确实人数是比较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3个队友确实是太多了。接着来到了1365，这个是我个人觉得不太能够接受的啦，因为1365的玩家其实跟3308是很接近的，他们总共有157位的玩家，甚至是比起3308还要多出一点点。那可能有一些玩家会以为说，哦，他们或许有分线报名，所以他们有一些玩家去了另外一个地图也说不定。但事实上就是他们在这一次的报名之中是没有分线的，只有他们这一条路线在一个地图里面。606也是这样。当然我也知道现在的匹配结果呢，是除了看战力跟击杀之外，还有看玩家的活跃度啊、氪金度怎样，一大堆种种的因素，但是也不至于给他们3个队友。我们做一个假设就好了，像刚刚我们看到1365他们的玩家大概有150位左右，我们算150位就好了。然后另外一个 A 王国，或许他们王国里面有100位玩家，两个 B 王国至少都会有差不多70位到80位玩家左右，那加起来这个人数是比起3308还有2359还要来得更多的，这个是我觉得不太能够接受的地方。你这个人数差距要怎么去玩？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外交结果，要么就是2359跟606合作，不然就是要跟1365合作，就是这两方3308跟2359一定要选择水阵营跟土阵营结盟。如果你是讲2359跟3308合作打这两边的话，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人数差距太大了。我们粗略的去算一下这两个阵营玩家有多少好了，大概我们抓那个人数呢，就是350位到370位左右，这里的人数都比起这里跟这里还要多出了1倍，要怎么去玩？所以我今天这个影片呢，应该不是最后一个影片啊，还是要看他们后续外交结果怎么样。我个人推测有很大可能3308会跟365合作，他们之前是有一起打过 KVK 啊，就是之前2377的时候，1606跟2359会比较合适一点，因为 Chasky 606有账号，2359他也有账号，
好，而且两个都是老外王国，所以合作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有很大可能是上打下的结果，因为你没有理由叫 Chesky 他自己打自己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讲平衡性来讲的话，其实3308的整体实力应该会比起2359还要强一点点，然后606它的人数，它的王国实力呢会比起1365可能还弱一点，所以如果是讲公平性的话，其实左右合作会比较好一点啊。但是数据这些东西呢，这个都是题外话，有一些王国他们都是不看数据的，就是照样打就对了。OK， 那么前面的内容呢，都是我前一天晚上录制好的内容，然后今天我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外交结果出炉了。这里他给的最后合作方案就是 free for all， 就是完全不跟其他人合作，因为他们觉得在他们参与这一次的外交群聊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自己没有受到尊重，他们的意见没有被考虑。从一开始2359就说一定会和1365合作，而且没有改变这个想法。3308和1606的意见被他们忽略掉，也就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不得不决定选择 free for all， 因为他们的意见不被受到重视，他们没有的选择，只能为自己的王国做出决定。这个群聊就是为了外交而建立的，但是完全忽略了根本的因素，击杀还有阵营的战力。自从 KVK 开始以来， KVK 的匹配和结盟都是根据数据，就是击杀跟战力。如果他们忽略了这个因素，假设1365和2359结盟，那他们就没有的选择。你们赋予自己权利，决定3308和1606必须结盟，而你们彼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讨论的余地，这真的算是外交吗？最后3308选择 free for all， 感谢各位。那么像他们 KVK 这样子的情况呢，大概率应该是没有办法取消这一次的 KVK， 因为如果是说2359他们决定要跟1365合作的话，就讲至少会有2个阵营选择不放弃这一次的 KVK 匹配结果。但是虽然他这边内容是说 free for all 啦，但是他的邮件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就是1365肯定会跟2359合作，所以这场 KVK 我觉得他自己默认是 free for all， 可是对方他们觉得这个是 2v1v1 或者是 2v2， 你不要跟1606合作，这个是你的事情，反正我是要跟1365合作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场 KVK 的匹配数据。首先看到这边阵营最强的就是1365，然后最弱的话我个人觉得是3308啦，因为他们这边的战力跟击杀呢不算特别高，如果比较起其他阵营的话，而且严格来讲2359的活跃玩家其实是比起3308还有更多的，所以我觉得3308在这边所有阵营是最弱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根据结盟来看的话，就是哪一个最强配一个最弱的嘛，也就是说上下对战其实会比较合理一点，但是他们选择了左右对战，所以风阵营3308他们才会觉得这样子不公平。但是其实已经有人把他们这边外交的内容给录制下来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放在第二个影片啊，看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后续再做一个影片跟大家讲。那除了这个1365的 KVK 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场 KVK， 我这个账号其实是在1875的，但是他选择的地图是英雄战歌，也就是说这边可能是找不到匹配啦，所以后来他们又再次补报名的时候就选择了英雄战歌。他们这里的匹配结果也是出炉了，那他们遇到的对手就是1316。那其实如果这一场 KVK 是真的打起来的话，就会蛮好看，也是蛮刺激的，因为玩家人数也是挺多嘛，一个阵营里面都有4个王国。但是各位还记得在之前的影片中我跟大家讲过什么东西吗？另外一个王国就包括1316，可是1316他们其实才刚结束 KVK 而已，而且他们这边的战力跟击杀跟前面两者相差是挺远的，所以我觉得很难讲啦，也未必会匹配成功，而且就算匹配成功，很大概率1316他们会不打。所以正如我所推测的一样，1316他们是真的选择不打，他们也是发了这个通知跟其他的玩家其他的阵营讲了，这个公告各位可以在讨论区那边看到啊，是已经发布出来了。那这里的邮件我尽量长话短说啦，首先就是他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于这场 KVK 他有什么看法，就讲这一场 KVK 匹配结果其实所有王国都是有竞争力的，他们也相信这一次的 KVK 应该会很有趣。1316王国希望在外交阶段公开透明的分享他们目前的状况，就是过去几个月呢他们经历了一些变动，就是有一些大佬他们正在卖他们自己的账号，有许多中阶层的玩家他们在上一次 KVK 之后就很缺加速跟资源，毕竟各位也知道他们上一场 KVK 其实也是打了蛮长一段时间了，而且是有反转的，因此他们将这一次的 KVK 当作是 recovery KVK 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觉得
说这样子也是太自私了吧。所以对于这一次的 KVK， 他们不打算参与任何的战争，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重建他们自己的玩家，并且稳定他们自己的王国。他们将会留在第5区跟第6区。他们土阵营希望火水风阵营能够在这一次的 KVK 也土阵营，也就是1316阵营相对平静的空间，同时他们也会保持中立，不干扰地图的整体平衡。他们尊重每个王国的实力，并且在这一次的 KVK 还有未来跟大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这种 Recovery KVK 其实在玩家的心中呢是觉得很可耻的。那为什么在之前我就已经猜到他们这一次报名 KVK 有很大概率不打呢？就是除了他们上一场 KVK 打得比较激烈之外，就是他们这一次报名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就是他们 KVK 结束才过了10多天左右就马上报名 KVK， 你就知道他的那个意图很明确了。所以可以看到这边玩家的评论都是讲盟友真可怜啊，有这么惨的阵营盟友，还有他们那些喜欢战斗的战士也是很可怜。那这边还有一个越南玩家就说到，如果你真的是要休息的话，为什么你要报名 KVK？ 那事实上其实报名 KVK 在 KVK 里面养精蓄锐是比起我们在王国还要更快的，而且还可以拿到一些奖励。当然也不排除他们这一次会这么快报名 KVK 的原因是为了不想要被卷入1093跟2489的 KVK 之中，因为像他们这样子 A 等级又可以找队友去组队的情况下，真的有很大可能在下一次的报名之中会在2489跟1093的地图里面。那像1316这样子的王国进到那个地图里面呢，肯定是要往死里打，可能会比起他们上一场 KVK 还要更加痛苦。但我个人觉得他们这样子不打的话，其实对于其他的王国来说也是有点不太公平啊，尤其是同阵营的盟友来讲是很不公平的，除非刚好这3个王国他们都不想要去打这一场 KVK。 而且像这个地图如果少了一个阵营的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玩了，除非是说1875跟1718他们2个之间要对决，就是不参与这2个阵营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打起来啦。但是这样子对于火阵营来讲是极其不公平的，所以这3个阵营要怎么打我也不知道。那如果是说整体实力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1718跟1875他们两边的实力其实是对等关系，可以看到他们击杀是很接近的，但是战力方面其实是1875跟1316这边会比较接近一点。也有其他的玩家严厉斥责1316他们这样子的行为。那一开始他觉得这一次官方改动就是让那些先锋王国他们不能一直跳过报名，强制他们必须要匹配在一起，这个观点这个行为是好的。但是显然的有一些王国他们依旧还是会延续他们之前的行为，像1316这一次报名了 KVK， 然而他们却说他们不想要打这一次的 KVK， 而且他这里是说他们是为了要逃避2489跟1093，这个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他个人认为说这一次的 KVK 匹配结果呢是1316从2024年4月到至今为止最有挑战性的 KVK， 但是他们不参与，所以他是希望官方可以建立一个系统，就是惩罚系统有一些王国他们报名了 KVK 但是没有参与战斗的问题。因为说实话是有蛮多王国犯了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报名 KVK 然后不打架，就是说要 recovery KVK 等等。因为他就是觉得说1316他们这样子的行为对于其他15个王国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就是强制挟持着他们必须要参与这一次的 KVK， 然后不知道要怎样去外交。那其实如果不满意 KVK 的匹配结果呢，是可以选择就是投票取消这一次的匹配结果，但是现在界面上是没有看到这个选项啦，所以不确定还能不能用投票的方式来拒绝这一次的 KVK 结果，这个我们需要等后续才知道了。那假设说他们真的是取消了这一次的匹配结果，有很大可能这几个王国就会预留到下一次面对2489还有1093，那大概是这样子啦。关于这几个先锋王国的匹配结果，我个人的看法还有1316那边不参与 KVK 战斗的事情，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那个影片之后有什么看法呢？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